穿越到修仙界70年了，这眼看就要嗝屁了，金手指怎么还不来呀？老天爷，那你让我穿越过来干鸡毛啊！爹，恭喜宿主激活超级修炼系统，发电女修可快速提升修为，实现仙道长生。哎呀，头子，你他妈终于来了！你知道这几十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啊！友情提示：宿主距离上张正起还有3分钟。我操，3分钟搞金毛啊！3分钟，老夫连下山都费劲，上哪找女人呢？啊！女人！哎呦，我好热，帮帮不，你是被人下药了啊？行，那老夫这就帮你解毒。老夫时间不多了，就剩3分钟了。恭喜宿主奖励修为提升到炼气5层，另奖励高级聚灵丹实力。你个无耻的老淫贼，拿命来！等等，我有话说。淫贼，你玷污我清白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是你玷污了我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老头子？给我死！等会儿，你这是恩将仇报啊！你有气，你去找给你下药的人撒去。老夫昨天为了帮你解毒，耗尽了最后一滴精血。昨晚，我被银河上慧明下了催情药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回了宗门，竟然误闯进了你的房间。我不是身受重伤吗？怎么现在不仅伤势痊愈了，修为也直接突破到了筑基7层？难道是和他双修有关？现在想起来了吧？我真的是无辜的啊！我告诉你，把昨天晚上的事忘掉。如果让第3个人知道，我苏清雪定将你碎尸万段。行，老夫保证绝不泄露半点风声。如果失信，天打5雷轰。哎呦，我的老药啊！昨天运动那么激烈，可别闪了。哎呦，我这身子骨怎么一下子硬朗了许多呢？居然变年轻了这么多！哎呀，我要是再多双修几次，岂不是可以变成20岁小伙子了？哦，对，系统奖励的高级聚灵丹，不知道效果如何？林凡，你个老东西在笑什么呢？怎么还懒在屋里不去干宗门杂物？这个月的灵砂俸禄你不想要了？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级的聚灵丹？这么高级的聚灵丹，我只在丹宁阁的拍卖会上见过。我在哪儿弄的聚灵丹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好叔叔，这么高级的聚灵丹，我还从未吃过呢，就给我一个呗。张嘴就要，你以为我是20岁小伙子呢？好叔叔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可以这么孝顺？好叔叔，求求你了！好，你想要聚灵丹也可以，不过得先跟我睡一觉。你想要聚灵丹也可以，不过得先跟我睡一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想要聚灵丹，得先跟我睡一觉。好叔叔，不是我不愿意跟你睡觉，而是您现在都70岁了，这万一出点闪失，可怎么办呀？那就不是你操心的事了。恭喜宿主！奖励修为提升到炼气6层。舒服。林凡，你还真不像一个70岁的老头子。来，这枚高级聚灵丹是你的了。
林凡，我已经突破炼气5层了。是吗？哎，你之前不是炼气3层吗？难道这高级聚灵丹能让你连续突破2层？应该不全是聚灵丹的功劳。你的头发居然变黑了，皱纹也变少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吗？林凡，你太厉害了，我一定好好努力。境界终于稳固了。与他一起修炼后，我才突破的筑基7层，莫非是他的功劳？唉，没想到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，竟然会是这么个老头子。可是，为何我会有些食髓知味？那种修为快速的感觉，实在是太让人难忘了。要不去见见他？哎呀，想什么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呦，好师叔，太神奇了！我这炼气5层的瓶颈竟直接松动了一半，连灵力都浓郁了不少。而且你的头发现在都黑完了。要不我们继续？不，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都要散架了。哎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得好好缓一缓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件正事呢。徐师兄今早过来问过了，要是你再不去领宗门杂物，他就把这个月的灵砂俸禄直接扣下不发了。差点忘了，还有件正事呢。徐师兄今早过来问过了，要是你再不去领宗门杂物，他就把这个月的灵砂俸禄直接扣下不发了。哼，你觉得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缺那点灵砂吗？不过这个姓徐的是该好好算算总账了。宗门每月发800灵砂，他的好一抽就是600，现在连剩下的200都想吞掉，还真把我当任他拿捏的软柿子。叔叔，疼。对不起啊，下去吧。童子，你看看我的腰啊！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你宿主就要英年早逝了。倒是谁替你完成任务啊？鉴于宿主其日修行，特奉上神级功法九转锁阳经，习练此经可固本培元，凝神聚气，与敌大战3天3夜，亦能屹立不倒，修为更能稳步提升。好啊，不愧是我的金手指啊！有此神功，何愁不成无上仙帝？快看，是林凡的老家伙来了。早上徐师兄还大发雷霆，说林凡来了要让他好看，说不准今年他的俸禄都别想拿了。哟，这不是林凡吗？怎么终于有空来十五堂了？混账！我这么大岁数都能当你爹了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狗东西，找死！哎呀，年轻人还是年轻人呢，不要冲动。长辈教育你几句也是为了你好。叫声林爹听听。混账！怎么，爹跟你好好说话，你却要跟爹动手，真是不像。爹跟你好好说话，你却要跟爹动手，真是不像。老东西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今日之主，我必100倍奉还。话本台词倒是背得挺熟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复仇的机会啊？住手！谁允许你在宗门15堂动手的？吴长老，你终于来了，救我！这林凡心狠手辣，不仅当众殴打我，还想在15堂内杀人灭口。请赐到先天玄阴圣体持有者，曾年圣体未觉醒，导致修为长期停滞。宿主若能绑定，可奖励骄阳圣体。宗门每个月下发800灵砂，他要吞掉600，如此祸害，我为宗门除害，那是为宗门着想。就为了区600灵砂？区600灵砂啊！那600灵砂扔在地上你都不稀罕捡，但对我们不一样，那可是我们晋升修为的唯一希望。居然是这样，那我明白了。断人道途，如杀人父母，今日废了你的修为，以示惩戒。滚吧！如此，
可还满意？没想到长老如此深明大义，在下敬佩。之后会有新的师兄来主事的。哎，长老且慢。还有何事？你的修为是否已经停止很久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自然是看出来的。如果想找到解决办法，今夜虚实，以自院丙号房来找我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青春空对月。好文采，倒有好雅兴。吴长老真是清本佳人啊！道友，今日你在事务堂一眼看穿我的隐患，胡言特来请教。吴长老的问题若不及时解决，恐怕一辈子修为再无寸进。20年前我身受重伤，一直未能找到解决之法。哎呀，其实你修为停滞的原因，并非是你以为的受伤所致，而是你与生俱来的体质造成。体质？没错，你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玄阴圣体，只要觉醒了圣体，你的修为将一日千里。你有办法解决吗？想要唤醒玄阴圣体，只有一种办法，与传说中的骄阳圣体修炼即可。可是去哪儿找骄阳圣体？巧了，我就是圣体，有我相助，金丹可期，元婴在望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到初级1层，奖励宿主骄阳圣体。我竟然真的突破了，这感觉怎么样？现在相信了吧？没想到骄阳圣体竟有如此神效。不过道友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吧？比昨日年轻了许多。这只是开始罢了，只要勤加修炼，进境也会越快。莫说金丹元婴了，就连那长生大道也不是痴心妄想。谢道友助我重续道途，日后我必将报答。不过今日之事，还请道友忘记，就当从未发生过，可以吗？既然吴长老是这样想的，那我自然也不会强求。不过如果吴长老哪天后悔了，我这寒舍随时扫榻相迎。谢道友，那我便退下了。道友若有所求，可随时召唤我。绝不会有下次的双修，绝对不会。好叔叔，你不会连吴长老也拿下了吧？好叔叔，你不会连吴长老也拿下了吧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哎呀，好叔叔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？说吧，你来找我干嘛？好叔叔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！昨天那个徐大力连你一招都接不住。现在宗门里都在传，外门弟子里出了个老神仙。老神仙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老神仙有多厉害。好叔叔，别着急嘛，我此次过来是有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还有3日，便是宗门大比。这一次，我想搏一搏。然后恰好我路过集市，淘了一本秘术，据说炼制大成便可召唤出一条炎龙，威力极强。但是此秘术实在晦涩，我摸不着头脑，故而来求叔叔指点。丁，请赐到残缺版商品秘术炎龙9变，是否补齐？筒子哥还有这种功能？快，筒子帮我补齐。丁，补齐失败，欠缺绑定修炼7次。7次？你要累死老夫啊！什么7次？怎么了？你想不想学会上品秘术？你想不想在宗门大比上一击就燃爆全场？好叔叔，我想要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
觉醒先天玄阴圣体，重续道途，明明是件大喜之事，为何我灵觉却在预警，似是在告诫我不该拒绝与林凡双修。罢了，昨夜之事只是黄粱一梦，今日起自当以得道飞升为首要之事。吴师姐，林师妹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吴师姐，林师妹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吴师姐，副宗主有令，命你10日之后前往大前王朝担任国师。什么？大前王朝？那不是天地灵气几近于无的凡俗之地吗？我的道途怎么办？师姐，这一次副宗主下了死命令，师姐你不去也得去。不，我的道途并没有断。你看，我筑基4层了，我已经突破了，我不能去凡俗。师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将身体气机达到筑基4层的，但这一次真的没办法了。除非你能在10日内将修为提升至筑基7层，像苏清雪、苏师妹一样成为金丹道种，否则副宗主是不会松口的。10日之内筑基7层吗？唉。哦，浩叔叔，你现在总可以把秘术给我了吧？哎呀，别急啊！浩叔叔，别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恭喜宿主成功补齐炎龙9变，已自动为宿主修炼炎龙9变至大圆满。哈哈，炎龙9变精通仪。什么？你瞧，这就是那本上品秘术炎龙9变精通后的效果。这条炎龙威力巨大，真的？浩叔叔，快教我！来，跟我学啊！我都讲了这么多遍诀窍了，你怎么还是学不会呢？可是人家就是笨嘛，怎么办？苦修3日可学会炎龙9变。也不是没有别的方法。只要叔叔说，样儿都可以学。嘿嘿，那你可要努力。怎么样？这下终于学会炎龙9变了吧？我学会了，谢谢你，林凡。嘿，刚学会秘籍就敢直呼我大名？不是的。叔叔，你没发现吗？你现在看起来比我还年轻了。哦。哎呦，居然变得这么年轻了，还真的变成20岁的年轻小伙了。嘿嘿，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喊我叔叔。是，好叔叔，样儿知道了。好，那你就先回自己的住处吧。叔叔我要巩固一下修为。是。苏长老。苏长老。你先离开。林道友好有兴致，这般年纪还能有这般精力，夜夜笙歌，莫不怕哪一天身子骨撑不住了？不对，你怎么返老还童了？在下的事情似乎与苏长老并无干系吧？记得那日你执剑而走，曾言你我从此再无瓜葛，今日怎么反倒关心起在下的私事？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不过是路过此地，念你曾经和我有一面之缘，看看你是否还活着。这是一瓶上品凝元丹，药性温补，好好服用。突破筑基，应当无虞。这丹药如此贵重，受之有愧啊。拿着便是，我倒也不差这点丹药。你好生修炼，至少要活得久一点。莫要哪天无声无息的死了，徒惹人非议。哎，清雪。哎，清雪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送他丹药是为了报答他助我突破筑基7层的恩情，了却因果。送完就应该离开才对，为何他一开口我就走不动了？夜色已晚，何必来去匆匆？不如喝杯茶再走。不必了，东西送到我便走了。哎，你特意送来助我筑基的丹药，这份情谊林凡铭记于心，难道连一杯谢茶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？还是说你介意那日之事？与我同住一室都觉得难以忍受。林凡，你休要胡言乱语。谁介意了？那日之事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我送你丹药，只不过是看你助我突破，了却因果罢了。哦，了却因果。修仙之人最重修心，了却因果如果那么简单的话，那何来心魔一说？你匆匆而来，赠丹欲走，究竟是想了却因果，还是另有他想？莫非连你自己都未曾看清？你莫要自作多情。我乃青云宗内门长老，筑基7层修士，前程似锦，岂会对你一个垂垂老者外门弟子有什么非分之想？既然问心无愧，既然毫无牵挂，那为何不敢留下喝一杯茶再走呢？是怕夜色太深，茶味太重，还是怕与我林凡再多片刻的独处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他三言两语便能扰乱我的心境？不行，苏清雪，你需谨守道心，不可再被他迷惑。一杯茶而已，清雪，就当是故人小叙，如何？我保证，只是喝茶，至于其他的没有。只一杯？对，只一杯。我这茶虽不是什么灵茶，但却是我亲手炒制，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请。如何？没想到你这色中恶鬼，竟也有如此闲情雅致。林凡，我来找你了。哟，苏清雪。林凡，我来找你了。哟，苏清雪，你果然是色中恶鬼。哎，吴长老，真是好巧啊！不知你不在自己洞府清修，深更半夜跑来一个外门男弟子的房中作甚？苏师妹，我来找林凡，自是有事相商，倒是你怎会在此？吴长老，什么要事要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详谈？莫非吴长老是听闻了什么流言，也想来验证一番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的事，无需向你解释。哎呀，两位长老都是同门，何必剑拔弩张呢？走啊！吴长老，你修为停滞多年，宗门内人尽皆知，而我刚刚突破筑基7层，你此刻却要出现在这里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听说了什么，也想从他这里找到你突破的契机。苏清雪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我无言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你和他的那些阿杂事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何必惺惺作态，质问于我？我的事儿再阿杂，也比不过吴长老你。表面上一副清纯玉女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，背地里却在夜色的时候深更半夜潜入男弟子的房中。你这般行径若是传了出去，想让我青云宗的脸面往哪里放？我的事儿再阿杂，也比不过吴长老你。表面上一副清纯玉女，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，背地里却在夜色的时候深更半夜潜入男弟子的房中。你这般行径若是传了出去，想让我青云宗的脸面往哪里放？哎呀，停！二位冷静点吧，都是同门，干嘛要这样呢？啊！苏清雪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看你成！哎呀，别！哎呀，二位姑奶奶要打出去打呀，别拆家呀，我的房子呀！怎么对我说这种心事，就要杀人灭口？吴长老，你这般心性，难怪修为停滞不前，总比你跟他不清不楚要好。苏清雪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派人调查，不就是因为你对他还念念不忘吗？都什么清纯玉女？小心！林凡，你为了他竟敢徒手接我的剑！林凡，够了，这样再打下去，迟早要出人命的。同门相残，你以为宗门的规矩都是摆设吗？好你个林凡，是我苏清雪多管闲事，
自作多情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哎，呀，你看好吧，啊，茶也没喝上，这房子差点都给我拆完了。你的手……哎呀，没事，一点小伤。行了，吴长老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不会真的为了喝茶吧？副宗主有令，10日之后派我前往大秦王朝担任国师。那地方是凡俗之地，灵气稀薄，你去了道途就此断绝了呀。正是，灵星师妹说，除非我能像苏清雪一样，2个月内突破到筑基7层，成为金丹道种，我别无他法。所以你想？那日之后，我确实突破了。既然你能助苏清雪突破筑基7层，也定能助我。林凡，我求你，再与我修炼。哎呀，吴长老，你应该知道，修炼的是……我知道很丢人，但是我别无选择。只要你能助我突破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哎，最难消受美人恩呐。好，那我帮你。童子，自从你出现，我这腰就没咋停过。我以后不会死在女人肚皮上吧？请宿主放心，系统会为宿主保驾护航的。恭喜宿主，奖励修为筑基2层。无耻下作，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！林凡，你个老淫贼，还有你无言！表面上清纯，背地里却这般迫不及待。3天，整整3天，鏖战之大道都磨灭了，总算是结束了。这比当种马还累，幸好有9转锁阳经撑着。林道友，我修为突破筑基7层了，此恩此德，无言没齿难忘。吴道长，我别晃了啊！再晃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。恭喜吴长老实力提升，你无需客气。你看我的修为也提升了不少。道友修为提升神速，实在令人惊叹。只是，大道万千，各有缘法，能帮你突破瓶颈，也算是善果。至于过程如何，不必过于挂怀。韩叔叔，我们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不是吴长老吗？你怎么在郝叔叔的房间里？难道你韩叔叔，我们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不是吴长老吗？你怎么在郝叔叔的房间里？难道你嫣儿都说了多少遍了，进屋要敲门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，成何体统？我知道了，郝叔叔，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？郝叔叔，您可真行啊！少贫嘴，说吧，来找我什么事儿？一大早。我这次来是请您去看我比试的。宗门大比，我抽到了第1轮，有您传授的炎龙9变，我一定要一鸣惊人。郝叔叔，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原来如此啊！既然我答应，我一定会去帮你助威的。嫣儿如今身怀绝技，也该在宗门上亮亮相了。闭关修炼了10日才练成的炎龙9变，要是还打不过那些普通弟子，真是枉费我的一番苦心啊！吴长老，既然碰巧遇上了，咱们一起去那个什么大赛上，看看那些年轻弟子互相切磋，或许对你我修行亦有所启发呀。你也正好看看嫣儿这丫头这段时间的进步。林道友所言甚是，身为长老，理应前去观礼，督促后辈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去晚上可占不到好位子。郝叔叔，吴长老，快走！好，别慢点，我的腰。快看，是彭副宗主，他老人家竟然也来了。这就是金丹大圆满的威压吗？光是站在那儿，就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不只是庞副宗主，你们看，那不是苏清雪苏道长吗？他可是我们青云宗最年轻的金丹道种。本宗主现在宣布，大比。副宗主且慢，弟子有事要禀报。
事关宗门清誉与一位长老的前程，故而不得不在此刻陈情，还望副宗主容禀。苏长老何事如此着急？今暂停大比。副宗主，我所禀之事就是无言吴长老。无言吴长老修为停滞在筑基3层数十年，人尽皆知，但近日却接连突破，直至筑基7层，此等进境闻所未闻。弟子怀疑，恐是吴长老急功近利，走了什么不该走的捷径，误入了歧途。你胡说！副宗主，你听我解释。故而弟子建议，为了防止吴长老走火入魔，以及顾及宗门清誉，还望副宗主即刻下令，命吴长老提前前往凡间，斩断祸根，静思己过。修为提升，短短几天就从筑基3层到7层，果然，吴长老果然也是跟好事书双修了。天哪！吴长老、苏长老所言，你可有解释？原本念你多年苦修，允你10日时间处理俗务。若你道心有瑕，为防不测，下山去吧。去那俗尘磨练心性，也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了。副宗主，你怎可只听苏清雪一面之词，就断定我误入歧途？我无言行事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短短数日，修为连破数层，莫非走了歪门邪道，借助了不该借助的外力？如何能够做到？无言，你敢说你提升修为的手段光明正大吗？苏清雪，你何必在这道貌岸然？你如此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觉得我抢了你男人吗？无言，你敢说你提升修为的手段光明正大吗？苏清雪，你何必在这道貌岸然？你如此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觉得我抢了你男人吗？什么？抢男人？苏长老和吴长老抢男人？是谁啊？哪个男人那么有魅力，能让2位长老？等等，吴长老刚才一直和林凡站在一起，难道那个男人是林凡？不可能吧？林凡那个外门弟子，能让2位长老都看上他，还为他撕破脸皮？你混账！你休要胡说八道，问我清白！我胡言乱语？苏清雪，你敢说你深夜前往林凡房中赠丹，仅仅是出于同门之意？你敢说你这筑基7层的修为来的就这么光明正大？找死！怎么，被我说中了心事，想杀人灭口？林凡，你告诉他，你要他还是要我？林凡，你说，你要他还是要我？桃子，救命啊！这他娘的是什么死亡选择题？桃子，救命啊！这他娘的是什么死亡选择题？清雪赠丹助我道途，此情林凡岂敢忘怀？无言为求道途，不吝己身。此致林凡亦是感同身受。大道中锋，机缘各凭手段。情之所至，又何须向旁人解释分明？今日我便直言，我全都要。此地乃宗门大比之所，副宗主与诸位同门皆在。岂是你我解决私怨之地？岂不是惹人笑话吗？今日之事，咱们以后再行分说。届时是去是留，是分是合，我林凡一定给你们个交代。此刻莫要让旁人看了笑话啊！便依你之言，大比之后，如果你不能跟我说个子丑寅卯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好，我便等你大比之后的交代。副宗主，弟子之事扰乱了大比进程，实在抱歉，还请宗主继续大比。既然如此，宗门大比现在开始。好叔叔，你这也太猛了吧！2位长老，你居然真的全都要！第一轮，丙组萧燕儿对战赵莽。萧师妹，请指教。刀剑无眼，若伤着了，可别哭鼻子。赵师兄，请。赵师兄后土剑诀已有火候，这萧燕儿据说之前才炼气5层，怕是难抵啊。躲躲闪闪算什么本事？敢不敢接我一剑？此女身法不俗，灵力运转也颇为流畅，不像是仅有炼气5层的样子。莫非是他的功劳？赵师兄，小心了！炎龙9变第1变，炎龙啸。这是什么术法？好强的威压！灵气化形，这至少是上品秘术，他从哪里得到的机缘？赵师兄，小心了！
炎龙9变第1变，炎龙笑。这是什么术法？好强的威压！灵气化形，这至少是上品秘术，他从哪里得到的机缘？胜者萧嫣儿。一招，只用了一招，那可是炼气6层的赵莽啊！这萧嫣儿几个月前还籍籍无名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难道真的和林凡有关？副宗主，这术法品阶绝对不低，一个外门弟子如何习得？看来我们都小瞧这个林凡了，此子将来可看大用啊！不错，不错，没给叔叔我丢脸。都是叔叔教的好。好叔叔哟，二位长老来找我是喝茶呀，还是想让我帮你们评理？休得无礼！清雪，你赠丹助我是情，无言，你信我助你是义。我林凡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重情重义4个字还是担得起。重情重义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与他又算什么情谊？苏长老莫非以为只有你和他才算情谊吧？清雪，你可知我为何能助你突破吗？非因丹药，非因功法，而是你心中有执，执于道，也执于情。你放不下那夜，也放不下我，对不对？胡言乱语。吴长老，你为道途不惜一切，我敬你这份决心。但你扪心自问，你来找我当真只为突破，还是你也想有个人能懂你几十年困守的苦？吴长老，你为道途不惜一切，我敬你这份决心。但你扪心自问，你来找我当真只为突破，还是你也想有个人能懂你几十年困守的苦？大道孤独，你我都懂。既然有幸相遇，何必互相为难？我林凡在此明言，你们谁我都舍不得，谁我都放不下。若你们执意相争，我只好2个都不行。不过我相信你们都是聪明人，与其争个你死我活，不如各退一步。我不逼你们接受彼此，只是你们别逼我放弃你们。你若负我，我必杀你；你若欺我，道途共毁。林凡在此立誓，绝不负你2人中任何一人。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道途永绝。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，望你守信。好叔叔啊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厉害什么呀？我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家都要被他们拆了。2位长老被哄好了，可是你没有哄我呀。好叔叔，你打算怎么哄我呀？就这样哄。恭喜宿主，奖励修为提升至第14层。哎呦，这修仙可真难呐，太费腰子了。哎呦！紧急任务发布！8个时辰后，一名被血煞宗追杀的少女云瑶将闯入青云宗后山，请宿主立刻前往救援。哎，不是，筒子，我们什么时候还多了一个乐于助人的业务啊？那血煞宗凶名在外，我要是贸然插手的话，那不惹祸上身吗？此女身具木灵之体，乃是千年难遇的炼丹奇才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！我最喜欢乐于助人了。又是特殊体质是吧？我这人最热心肠了，这就去救。请宿主即刻动身，目标已接近后山结界薄弱处。木灵之体，双修后还能获得2品炼丹术，那以后这丹药不是随便吃。这买卖做的。现在时间也该差不多了，血煞宗那帮疯子可不好惹，必须得速战速决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我？小丫头，往哪儿跑？还是乖乖被我们炼成人丹吧！三位，在我青云宗地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不太合适吧？现在时间也该差不多了，血煞宗那帮疯子可不好惹，必须得速战速决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我？小丫头，往哪儿跑？还是乖乖被我们炼成人丹吧！三位，
在我青云宗地界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不太合适吧？哪儿来的蠢货？别多管闲事。这样的极品丹材，我们也好不容易才找到，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。丹材？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，真是该死！这位呀，不可能，毕竟是筑基修士。多谢前辈相救，云瑶感激不尽。不必多礼。不过你为何会被血煞宗修士追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本是来此地采药的，谁知道他们就突然出现，嘴里嘟囔着什么难得的药材绝对不能放过之类的话，就向我冲过来了。兴许是我采了什么不该采的灵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们并不是因为你采了什么灵药，而是你本身就是一株大药。我本身？没错，因为你是千年难得的木灵之体，拥有此体之者，不仅修炼木系功法事半功倍，其肉身魂魄对某些修炼邪术的修士而言，也是大补之物啊。所以他们才会叫我修炼的药材。因为你是千年难得的木灵之体，拥有此体之者，不仅修炼木系功法事半功倍，其肉身魂魄对某些修炼邪术的修士而言，也是大补之物啊。所以他们才会叫我修炼的药材。正是，木灵之体若未觉醒，灵气内蕴而不显，寻常修士难以察觉。但若是遇上修为高深或修炼特殊功法之人，便如暗夜明灯，极易被盯上。那我该怎么办？还请前辈教我。云瑶院结草衔环报答你。现在你只有2条路。其一，我赠你一件莲息法器，金丹之下无人能看破你的体质，但此法并非万全之策，仍有风险。其二，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不仅能让你彻底觉醒木灵之体，成为真正的大道之才，还能完美收敛气息，让元婴老怪都看不出你的体质。就是不知道你情不情愿。那万全之策是什么？还请前辈告知。本座乃是骄阳圣体，得我相助，不仅能彻底觉醒你的木灵之体，还能让你的修为突飞猛进，一跃千里。当然，本座的修为也能提升。前辈救命之恩，云瑶无以为报，那便以身相许。还请前辈善待云瑶。善。恭喜宿主奖励2体炼丹术。吴长老，大比之前你就与林凡共处，今日于情于理，也该轮到我了吧？近日我修为上有一些困惑，需要他来为我解惑。苏师妹此言差矣，疑难解惑何时不能解？我近日修为初复，境界尚需稳固，正是关键之时。林凡精通固本之法，今日必能降。稳固境界。大比之前你与林凡双修，修为直至筑基7层，道基稳固远超常人，何须再劳烦他？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苏清雪，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口口声声修炼疑难，谁知道你这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？那日大比之上，可是你先率先失态。我那是一时情急，不像某些人表面清高，但是为了修为却不择手段，自荐枕席。苏清雪，你别太过分，我无言行事，还轮不到你来评判。今日林凡，我必将他留下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魏长老，下气，好叔叔他也许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，要不我们再等等。闭嘴你的声！好叔叔，你快回来吧，妍儿快挺不住了。无需多言，今日林凡必须跟我走。痴心妄想，他今日定然要留在此处助我。今日林凡必须跟我走。痴心妄想，他今日定然要留在此处助我。叔叔，林凡，你怎么又带了个女人回来啊？她是谁？天哪，好叔叔，你这也太好色了吧！这都第几个了？你是要把整个青云宗的漂亮女修都找来做道侣吗？林凡，
我绝不同意。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你后院里的摆设吗？一个接一个，你考虑过我和苏师妹的感受吗？哎呀，清雪无言，你们先别动怒，听我解释，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龌龊。哼，解释？你能有什么理由？还不是好色？总不能说是路边捡的，或是看他可怜吧？没错，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若不是我昨日意外救下他，他现在早成为血煞宗的人丹了。人丹？血煞宗？正是。我被修士修行虽未长生，但亦当以仁德为先，岂能坐视此等惨绝人寰之事发生而无动于衷？我若袖手旁观，与那些妖魔道人有何区别？唉，云瑶也是个可怜孩子，虽身具千年难遇的木灵之体，但也因此被邪修觊觎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炼成人丹呐。我也想着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几位前辈，林前辈所言句句属实，若非前辈搭救，云瑶恐怕早就没了性命，还请各位前辈收留。云瑶愿意为怒为变，作为报答。我带他回来与他在一起，绝非贪图美色，是为救人救彻底。唯有以我独门秘法为他调理身体，引导他体质真正觉醒，才能彻底掩盖其气息，保他平安，助他踏上正途。此事为功德无量之事，你们应该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也不能随便找个。杂碎们，给老夫滚出来！杀我血煞宗弟子，抢我宗炼丹神材，是想让我血煞宗踏平你们吗？前辈，他们又来了，来得倒快。我当是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原来是血煞宗的赫连长老。不知赫连长老兴师动众，驾临我青云宗，所为何事？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庞大海，少给老夫装糊涂！我做下3名亲传，奉我之命追捕一具绝佳的炼丹之才，最后气息消失之地，正是你们青云宗。不是你们青云宗干的，难道还有谁？赫连长老口说无凭，仅凭气息消失就断定是我青云宗所为，是否也太过武断？我说是你们做的，就是你们做的。庞大海，少废话，速速将那炼丹人才以及杀我弟子的恶徒交出来，否则我就踏碎你们青云宗的山门，让你知道得罪我血煞宗的下场。邪魔歪道也敢在我青云宗放肆！要战便战！我辈正道修士秉持浩然正气，岂会怕尔等藏头露尾、一人炼丹的龌龊之辈？妙啊！妙啊！没想到在这青云宗竟然还藏着如此极品的人才，比那木灵之体也不遑多让。庞大海，老夫我改主意了，只要你愿意将此女交给老夫，你宗杀我弟子，夺我材料之事，我血煞宗便可既往不咎。如何？此女一人便可保你青云宗的平安，这笔买卖划算。痴心妄想！什么？老狗，竟敢窥私我的女人，你已有取死之道！果然是你们青云宗抢了我的炼丹神材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此人都还在此处，你等还敢抵赖不成？庞大海，你还有话要说？这女人看情形，怕不是也成了林凡的女人。林凡此子神秘莫测，乃是我青云宗崛起之关键。为了他得罪一个血煞宗，知道绝对不可在此刻寒了他的心。赫连老狗，你休要狂吠！此女入了我青云宗的门，便是我青云宗的人。我青云宗身为正道楷模，岂能将她交给你们这些邪魔外道？想要她，就从我庞大海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庞大海，你疯了！狗肉的邪修，想让我低头？做梦！你们血煞宗喜欢开战，我青云宗便奉陪到底。好一个青云宗，好一个庞大海，你们最好给我等着，这事绝对没完。等我们血煞宗给你们下宗门战书吧。哼，我们走。血煞宗此次退去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宗门内
有一个化神老祖坐镇。化神老祖？我青云宗似乎没有化神吧？当年逍遥老祖仙逝，我们青云宗已有300年没有出过化神。若是血煞老祖亲自出手，我们青云宗的护山大阵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副宗主，你对赫连的态度如此强硬，想必已经有了应对之策。没错，我得闻一密讯，不久之后，上古合体期大能墨尘道人的洞府将在北境荒漠显现。合体期大能的洞府？正是。传闻墨尘道人陨落前，将自己的本命法宝留于洞府核心，此法宝蕴含着空间法则，若能得之，加以利用，定能构成绝对防御，可抵挡化神攻势。副宗主，可是想让我等去取回这件宝物吗？没错，林凡，你虽修为暂浅，但手段莫测，有气运护身。苏长老，你的修为已达到炼气7层，剑术超群，可为助力。夺取通天剑的重任，老夫想托付于你2人。副宗主请放心，我等定竭尽全力为宗门收回宝物。清雪义不容辞。好，宗门会为你们准备一些必要的物资，事不宜迟，你们尽快出发。站住！哪来的野修？是不懂规矩吗？此等秘境也是你们敢染指的，给本宫退下！秘境乃是无主之地，先到者先入，何来规矩一说？在场这么多道友都可以作证。可笑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玄灵仙朝疆域之内，一草一木皆属王族，此秘境自然也不例外。本宫轩辕凤舞，乃仙朝3皇女，你说我可不可以定下这规矩？玄灵仙朝，此地离仙朝境域何止万里，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。大胆，竟敢顶撞本宫！来人啊，把这不知尊卑的2人拿下！警告：见此道极度稀有体质，黄道狼气持有者轩辕凤舞，若能与之双修，宿主可汲取狼气淬炼己身，大幅度提升修为根基，并有几率获得真龙护体神通。原来是有黄道容器的皇女殿下，思敬思敬。不过殿下张口就要拿人，未免太过霸道了些。这秘境本就是凭本事进入的，在场这么多道友都在这候着。殿下莫非是想以势压人，独占先机啊？你竟能看出本宫身负龙气，哼，倒是有点眼力。可惜呀，有眼力不代表有实力。本宫再说最后一次，滚开！否则休怪本宫手下无情。陛下不必动怒，仙道机缘是有德者居之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也好让诸位见证一下，以免大家说你是仗势欺人嘛。打赌？凭什么？说来看看。咱们就赌从秘境出来之后，看谁的收获多。若是我赢了，殿下就答应我一个不过分的小请求。就凭你这筑基期的修为，也敢跟我比收获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好啊，那本宫就与你赌了。在场诸位皆是见证，说你赢了，只要不是动摇我仙朝国本，条件随便你；说你输了，就自废修为，跪地磕头，向本宫认错。林凡，不可！哎呀，一言为定。莫非这秘境要开了？为何不让我进去？快让我进去！林凡！为何此处只有你我2人？本宫的侍卫呢？哎呀，先别管那些事儿了，你快看上面。啊！区区机关，能奈我何？待本宫破了他！哎呀，不行啊！墨尘前辈乃是合体期大能，他创的机关术，就算几千年之后，也不可能被我们这种筑基的人破掉。那我们该如何？双心同源，方能破关，一阴一阳，相辅相成。
看来要合作了。行吧，我推断应该是要向此石柱内注入灵力，必须满足一阴一阳，这个相辅相成的要求。可是本宫修炼的是黄道龙气，乃纯阳功法，你修的可是阴属灵力。哎呀，我是骄阳烈火圣体，自然也是纯阳灵力。那按照你说的意思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死了。监测到宿主正面临生存危机，已自动为您上涨对策。宿主可运用骄阳烈火圣体产生纯阳灵力，引导轩辕凤舞的黄道龙气产生阴柔变化，实现阴阳调和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有一个秘法，可使你的黄道龙气由阳转阴，不过需要肌肤接触，灵力相融。好，那本宫便信你这一回。说你要是跟本宫耍花招，本宫便将你碎尸万段。好，来。这黄道龙气竟能发生如此奇特的变化。成功了，看来我们配合的不错呀。殿下，这仅仅是第一关，只是往后还需要我们更加紧密的配合。开了，快！你刚才究竟用的什么办法，竟能改变我的黄道龙气？就算是父皇也做不到此事。殿下可曾听过阴阳相济、龙虎交泰的道理？黄道龙气虽是至阳，但阳极生阴，在下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懂的倒是挺多，不过小心！小心！为何要救本宫？哎呀，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要是受伤了，接下来的路就不好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本宫看看你的真本事。这剑气似乎会根据我们的灵力强度自行调整威力。殿下，不如试试收敛气息。收敛气息？对。那该如何防御啊？一柔克刚，你忘记方才一柔克刚的妖灵？你倒是机灵啊！受伤了？无妨，小事。不行，这剑气中带着阴毒，若不及早排出来，恐怕会伤及经脉。你为何要对本宫如此？我说过了，我们是同伴。再说了，殿下如此风华绝貌，如果要是受伤留下了疤痕，那岂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再说了，殿下如此风华绝貌，如果要是受伤留下了疤痕，那岂不是暴殄天物吗？油嘴滑舌。不过，多谢了。监测到龙气光明，建议宿主与轩辕凤舞合力开启此门。殿下，看来又需要殿下与在下合作了。那本宫姑且就再信你一次。不过记住，若是你敢轻举妄动，明白，碎尸万段。走吧。来。这龙纹，这气息，竟然是祖龙之息！没想到这墨尘道人府上竟然有如此宝物。看来这就是第一关的奖励了。警告：检测到强大禁制，需要纯正龙气与至阳灵力同时注入才能解除。殿下，别心急了呀，此等宝物岂是随手可取的？那你待如何？这宝物对我仙朝大有裨益，不可不取。若我猜的不错，需要你我合力方能取宝。殿下以黄道龙气激发道运，我以至阳灵力注入这祖龙之息，缺一不可。看来确实如此。不过等取了宝物后，当如何分配呢？我与殿下的赌约乃是比拼秘境收获，可既然现在我们必须合作的话，
那这出来之后该算谁赢？你好，只要你将这祖龙之息让给本宫，这赌约就算是你赢了。本宫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但是要在本宫力所能及且不违背道义的前提下。殿下放心，我的要求绝对不会为难殿下。哼哼，鱼儿就要上钩了，事不宜迟，还请殿下运转黄道龙气。来，成功了！不好，应该是拿了祖龙之息，触发了自毁禁制。快走！小心！放开本宫！殿下现在不是讲究这些的时候，走！放肆！谁准你一直抱着本宫的？哎呀，殿下，要不是形势所迫，在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若非如此，恐怕殿下此刻已被埋在乱石之下。这次便不与你计较。此处没什么禁止，应当是墨尘前辈专门设置的安全点，让我们这些闯关者歇脚的地方。这下可以安心歇息了。殿下受伤了？无妨，方才被碎石擦伤。过来，来，让我看看，这秘境中的碎石都沾染着古老禁制的气息，要是感染，不及时处理，恐生变故。你大胆！这没啥。殿下得罪了。若是以前被人如此轻薄，本宫定会大怒，发誓要将其碎尸万段。可为何对着林凡，我竟然还觉得有些欢喜？殿下可知方才是如何引导你那黄道龙气的吗？这正是本宫想要问你的。那正是因为在下的体质特殊，能与各种稀有体质产生共鸣。殿下虽然身负黄道龙气，却未完全觉醒。你怎会知道？殿下是否在练气时，每到月圆之夜，潭中穴便会隐隐作痛？殿下修炼时，然后运气到灵虚穴时，总感觉闭塞。你竟然连这都知道？若是殿下信得过我，或许在下可以助殿下解决这个隐患，让殿下再无后顾之忧。你为何要帮本宫？帮本宫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自然是对我有好处，这会使我的修为大幅提升。只是这解决方法，可能殿下不会接受。什么方式？你说。与我双修。混账！谁给你的勇气，竟敢如此辱我？哎呀，你看你又急，殿下，你也有争皇位的想法吧？哎呀，只是可惜呀，殿下一介女子，也难以登上那至高无上的皇位。若非殿下身负黄道龙运圣体，你恐怕连竞争皇位的资格都没有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与我修炼，殿下可以彻底觉醒黄道龙运圣体，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天骄。到时候，你们先朝的皇帝也能毫无顾忌地将继承人定成你。好，那本宫就再信你一次。若我修炼之后，圣体未能完全觉醒，就算同归于尽，本宫也绝不会放过你。殿下多虑了，那么咱们开始吧。我乃玄灵仙朝未来的皇太女，岂能被别人压在身下？我自然是最上面那个。温柔点。请此道宿主绑定黄道龙气圣体，奖励修为提升，大举修为筑基7层，奖励宿主真龙护体神通。好，本宫不仅圣体完全觉醒，连修为都一举攀升为金丹1层。林凡，本宫很满意。陛下满意就好，自是我的荣幸。哎呀妈，这皇女看着高贵雍容，昨晚可比谁都要得凶。我是老妖都快被折腾散架了，连九转锁阳经都差点顶不住。我当是谁，敢打扰本宫清静？原来是血煞宗的阿杂货色，玷污了本宫的眼。玄灵仙朝三皇女殿下，久仰大名，我等无意冒犯殿下凤驾。既知是本宫，还不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们自然会滚，
可在滚之前，我希望您能将身边这位林凡交给我们处置。此人杀我血煞宗弟子，夺我宗重要人才，乃是我血煞宗必杀之仇。再者说，他在秘境门口也曾冒犯过您的尊威，我们可以替您顺手解决了这个麻烦，岂不两全其美？这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们俩有那个实力吗？我俩皆是筑基10层圆满，你一个筑基7层，也敢在我等面前大言不惭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小子，还不跪下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皇女陛下，加把劲儿，该你展现金丹威力的时候了。再敢随意轻薄本宫，小心你的狗腿！那就是不随意就可以轻薄了。不好，不可能！这秘境入口的上古禁制只能允许金丹期以下的修士进入，你怎么可能是金丹期修为？一群井底之蛙，岂知天地之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家风华绝代、天赋异禀的皇女殿下，就是在这秘境之中突破了金丹呢？邪魔歪道，无需多言。竟敢冒犯本宫的男人，你们也有取死之道。皇级监视，龙斩！哎呀，干净利落，霸气侧漏，不愧是我家皇女殿下，真是厉害呀！管他什么血煞宗，通通都是土鸡挖狗。好啦，油嘴滑舌，还不快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走？本宫可没空一直给你当打手。对，走。殿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壁画上的龙纹，与你之前得到的祖龙之息上的纹路似乎出于同源？不错，看来这墨尘道人的洞府与龙族渊源极深。听，潜伏到强烈龙族道力残留，前方有高浓度龙气反应，疑似秘境核心控制枢纽。殿下，我在前方感知到极强的龙气波动，很可能就是这秘境的核心，说不定控制这秘境的法宝就在此处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那股气息远远比祖龙之息更加古老纯粹。走。哇，看来想要进入这核心之地，还得靠殿下您的祖龙之息。您看，开了。走，就是这儿了。悠悠万载，终是等到了有缘之人。身负黄道龙气的小娃娃，还有你这个有趣的小子，根基破损，但是却气运缠身。晚辈轩辕父母，晚辈林凡拜见墨尘前辈。不必多礼，尔等能至此便是缘分。这通天剑乃老夫本命法宝，蕴含空间法则，威能无穷啊！这小女娃子，你虽身负龙气，但是要通过通天剑的认可，还需要过老夫这认可的一关。这此境通灵，非大智慧大毅力，与龙族有缘者不可驾驭。请前辈示下，晚辈定当竭尽全力。好，有胆识。很简单，把你的手放在通天剑上，承受起气灵精神的威压，与龙魂撞击。一炷香的时间，你就方可得到初步的认可。如果不能的话，那轻则神魂受损，重则道基崩毁。你可敢一试？前辈，
此等考验是否太过凶险？殿下才刚刚突破金丹，境界还尚未稳固啊！怎么心疼你的小美人啦？哼，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没有什么双全之事。若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，怎么能配上这通天剑？林凡，退下。本宫知道启荣畏缩不前，这考验，本宫接了。童子，有没有办法帮帮他？请赐道道侣轩辕凤舞正在承受神奇气灵考验，宿主可消耗自身部分魄力，通过双修建立的神魂链接，为其分担部分压力。此举有一定风险，可能导致宿主自身神魂受创。干！魂力伤了，可以慢慢养。他要是出事儿，我就少个道侣，快点儿！已启动神魂链接。他奶奶的，怎么这么痛啊！这个东土子，不愧是我选的男人。心性坚韧，情义两全。善，时间到。通天剑以任你为主，你要好生待他。你二人要善待此宝，不辜负此番机缘。吾之道统终得延续，吾心甚慰啊！方才多谢了。哎呀，跟我还这么客气，你的不就是我的？现在赶紧研究一下这个宝贝怎么用，好回去帮我青云宗解围。这都多久了？里面什么情况也未知。林凡他修为尚浅，万一遇上仙朝的圣女，或者遭遇其他不测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干等着。给我开！好像有效。林凡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殿下，他怎么会和那个青云宗的小子？是不是眼花了？进入秘境前，殿下要打要杀，现在怎么手牵着手出来了？各位都看清楚了，这位林凡，从今日起便是你们未来的驸马爷，待他如待本宫，不可懈怠。参见驸马爷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谢驸马爷。不好！清雪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！我们实在是形势所迫，迫不得已。形势所迫，迫不得已。每次你带女人回来，都是这副说辞。林凡，你当我苏清雪是3岁小孩吗？不，原来你就是我家驸马在外面养的那个小的呀。罢了，不是看在你对他还算有几分真情的份上，本宫心胸宽广，不予计较。你胡说，你才是小的，你是后来的。这狗东西在青云宗，他还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呢。还有很多。没有。林凡，你给本宫好好解释一下。没有那么多，他说的太夸张了。其实还好。好。罢了，瞧你这般油嘴滑舌的男人，想必怎么也不会安分守己。嗨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来，这小手凉的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计较这个事情。清雪、凤舞，我们现在必须立刻赶回青云宗，血煞宗威胁在先，宗门危在旦夕，
庞副宗主和众多同门还等着我们带回通天剑解围呢。儿女情长暂且放下，宗门存亡为重啊。此言有理。尔等先行返回仙朝，禀告父皇，就说本宫一切安好，机缘已得，待我帮助驸马处理完青云宗的事务，便会带他回去觐见父皇。谨遵殿下圣谕。哎呀，我们也赶快回去吧。来。赫连，你血煞宗当真要行此灭绝之事，与我青云宗不死不休吗？庞大海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杀我弟子，夺我神才，辱我宗门，今日定要你青云宗血流成河，鸡犬不留。识相的话，撤去大阵，跪地受死。本长老或可给你们一个痛快。呸！邪魔外道也有资格谈尊严。尔等一人炼丹天理难容，我青云宗纵然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向尔等屈服。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本长老心狠手辣。众弟子听令，加大攻势，给我轰碎这龟壳。副宗主，阵法快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也要撑，身后便是宗门，我等已无退路。垂死挣扎，庞大海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聒噪！赫连参见老祖。蝼蚁之阵，徒劳光阴。我青云宗传承1000年，今日就要灭亡了吗？我青云宗门人，宁可站着死，不可跪着生。随我杀！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了。杀！大道无情，弱肉强食，青云宗何该今日灭门？哪个老不死的在这大放厥词，想动我青云宗？问过你林爷爷了吗？小杂种，没想到你还会赶来送死。那正好，那就和青云宗一并灭了吧。晃到龙气，玄灵仙朝的小娃娃，此地之事与你无关，速速离去，免你一死。老匹夫，林凡乃是本宫的驸马，他的事便是我的事。你想动他，要先问过我的黄级金世诀。血煞老狗，伤我同门，毁我山门，今日必取你狗命！林凡、苏长老，你们回来了。那通天剑，化神老祖，好大的威风！我看你不过就是一具靠着吸食生灵血、苟延残喘的腐朽躯壳罢了。哼，也配谈大道无情？小辈，你可知妄意化神便是取死之道？取死？凭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我看你们血煞宗气数已尽，今日何当覆灭？狂妄！老祖，请允许弟子亲手撕了这小畜生的嘴。可，速战速决！小畜生，拿命来！林凡小心！真龙护体！这不可能！真龙护体神通，你竟有此等机缘，吞了你，夺你造化，老夫或许能再进一步。我的公主殿下，是时候让这老东西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空间至宝。老魔头，你的末日到了。空间法则波动，那是墨尘的通天剑。没想到你这老东西还有几分眼力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若是墨尘亲自出手，我还需要暂避锋芒，但就凭你们这些小辈，又能发挥它几成威力？老魔头，够不够威力？你试试便知。通天剑，空间禁锢。哼，雕虫小技。清雪，助他一臂之力，用你的冰雪剑意冻结那老狗周身的空间灵力。是。
所有青云宗弟子听令，结青云剑阵，助3位长老一臂之力。蝼蚁安敢撼天！公主，宝贝虽好，也看是要谁用。杀了你们，就是老夫的了。哈哈哈哈！风舞、清雪，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。请自道宿主强烈意愿，道理同心起深度激发，必须融合道理力中。老狗，吃我一记3才破煞符！什么力量，竟能破我的万魂煞气？老东西，你的邪功碰到克星了。邪不胜正，此乃天命。老魔头，你的气数已尽。好啊！天不亡我青云宗！好一个小辈，竟然逼得老身动用本身之源。今日若不将你等抽魂炼破，难消老夫心头之恨。警告！前期道目标正在强行抽取地脉死魂，与自身血煞本源，能量层级急剧攀升，极度危险。不好，这老魔要拼命！绝对不能让他得逞！通天剑，空家放逐！晚了，血海无边，万魂噬天！公主，林凡，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宿主正在强行运动江阳烈火生体本源，以真老虎体龙魂之力，风险极高，请立刻停止。老魔头，吃我最后一招！煌煌大日，真龙焚天！不可能！你区筑基，使出如此绝招！啊！我的血海！小辈，老夫与你不死不休！灵力耗尽，神魂震荡。林凡，林前辈，坚持住！好，想不到这破落宗门竟然有如此多的鼎炉，何该老夫弥补损失？哈哈哈哈！老魔休想！想伤他，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。前次道理无言消焰云瑶苏气血血液凤舞，强烈情绪共鸣，道理同心期深度激活，开始反哺宿主。筑基8层，筑基9层，金丹1层。老魔头，其实覆灭的定是你血煞宗！不可能！双修秘法，此逆天的双修秘法，此绝不能留！诸位夫人，助我！今日吾赐你死亡！以金丹灭化神，这个世界我看不懂了。青云宗保住了。林凡，若不是你和诸位长老力挽狂澜，我青云宗千年基业恐怕要毁于一旦了。此恩此德，我青云宗上下没齿难忘。副宗主言重了，我也是青云宗一份子，保护宗门理所应当。好叔叔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傻丫头，你叔叔我命硬得很。下次再逞强，我就把你锁在寒冰洞中，闭关1000年。苏长老管的倒是挺宽啊，不过此番你倒是有功，本宫准许你好好休养几天。你灵力消耗过多，需好生歇息。林前辈，
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啊，有你们在，我想不安生都难啊！丁，前期道宿主成功化解宗门危机，声望大幅提升，奖励宗门守护者称号。佩戴后可小幅提升全宗门弟子修炼速度与忠诚度。倒是不错，佩戴吧。毕竟现在这青云宗基本上属于我了，为弟子们谋点福利也是大好事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不必都守在这里吧，我只是灵力透支，又没缺胳膊少腿。血煞宗虽退，难保没有余念。本宫只是闲来无事，恰好看看你是否安好。你神魂夜有震荡，我在旁也可以清心咒助你。我要守着好叔叔。我可以为前辈熬制安神的汤药。可是你们这个样子，我压力山大呀！恭喜宿主关怀度达到峰值，触发隐藏成就，触发隐藏成就五座长龙，奖励特殊修炼功法五蕴调和经，大幅提升神魂强度与灵力恢复速度，请无身体损耗。运调和经，这个好，正好适合我现在这状态。既然你们都放心不下，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心地修炼方式。你又打什么歪主意？哎呀，清雪，真不是我在打歪主意，我有一部功法名叫五蕴调和经，可以快速修复神魂损伤，对我大有裨益。只是需要苦修罢了。行啦，本宫知道了，你们几个出去吧，本宫这就为林凡疗伤。要出去也是你出去，你个后来的！不是，出去！就是，我都多久没见过好叔叔了？前辈，我没有说清楚，这部五蕴调和经苦修没错，但是一个人不够，得你们几个都留下来才行。无耻！无耻！我身负重伤，若是不好好疗伤，怕是命不久矣啊！恭喜宿主达成终极成就。真是恍如隔世啊！短短数月之前，我还是个寿元将近的糟老头子，眼看就要黄土埋井，道途断绝。谁能想到，如今竟已成就金丹大道，成了世人眼中的金丹真君。身边更有你们，这般际遇，说是翻天覆地也不为过。好叔叔最厉害了，是嫣儿看着好叔叔一步一步创造奇迹的。前辈福泽深厚，更是心怀善念，定能得此造化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定数。你能有今日，亦是你自身的造化。要不是看你有几分本事，多次相助青云宗，我等岂会容你这般胡闹？能得本宫的青睐，自然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。不过，你也未曾让本宫失望。若能一直这样安宁顺遂下去就好了。大道长生，红颜相伴，夫复何求啊！三皇女殿下。三皇女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命你即刻启程返回京师。即刻返回？凭什么？本宫在此尚有要事未了。你回去禀告父皇，待此间要事了了，本宫自然会回去。殿下，请接旨。儿臣凤舞接旨。奉天承运先帝诏曰：逆女凤舞速离青山，立刻马上给朕滚回来，钦此。父皇他怎么？你就是林凡吧？正是在下。陛下有口谕，陛下言你想成为我
玄灵仙朝的驸马，可以，但是你要和朕下一盘棋，赢了，便可成为我仙灵朝驸马。若是你输了，就再也别想和公主见面，从此天涯陌路，永不相见。回去告诉父皇，这驸马本宫认定了，他若不允，本宫便不回去。殿下，臣也是奉陛下的命令，请您不要为难臣下。你可听明白了？先帝的口谕，在下听得很明白。既然如此，不知小友作何打算？劳烦使者回复陛下，这盘棋在下接了。林凡，你不必如此。不过在下有个条件。小友请讲。还请陛下宽限些时日。在下刚刚经历大战，伤势未愈，状态不佳。此时与陛下对弈，未免有失恭敬。待我伤势恢复，定当亲赴仙朝向陛下请教。合情合理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如实禀告陛下。不过，请您尽快，陛下耐心有限。多谢使者通融。殿下，您……我跟你回去。李凡，那我先回仙朝等你。你若敢不来，或者输了，本宫不会原谅你。等我。好叔叔，你真的要去？听说玄灵仙帝很厉害的。前辈伤势未愈，此去仙朝山高路远，只怕先帝此举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看分明是鸿门宴。我知道，我必须走这一步。凤舞的心意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林凡绝对不能负他。说的你好像负得起似的。那你准备如何应对？先帝修为深不可测，棋道想必也……修为恐怕不及他，但棋道未必会输。请知道宿主面临重大挑战，触发隐藏任务，起点乾坤。任务要求在与玄灵仙帝对弈中获胜。童子，你有什么高招？恭喜宿主获得灵犀棋谱兑换机会，苦修200日即可成功兑换灵犀棋谱全部棋道经验，成为一代棋帝。这哪是棋帝呀，这分明是圣帝呀！200次，要老夫的命吗？好叔叔，你说什么呢？诸位夫人，在前往仙朝之前，恐怕要辛苦你们。助我修炼一番。棋到了，请知道宿主正在修炼灵犀棋谱解锁中。青云宗林凡拜见陛下。坐下，免礼。谢陛下。来了，朕等你很久了。承蒙陛下召见，林凡不敢怠慢。你可知朕为什么和你下这盘棋吗？陛下想为凤舞殿下招婿，林凡斗胆，想争此机会。机会？那便开始。子欲何为？求长生，求逍遥，求无敌于天下，亦或求美人环绕，享尽其人之福？不对，似乎没有想好答案就不能落子。感情他不是真的要跟我下棋，而是要对我问心。陛下，起初只为求生，不甘道途断绝，后面于机缘窥得大道一角，如今长生亦我所愿，逍遥亦我所求。如今守护着他人，亦为我道。道途万千，林凡愚钝，只求顺应本心，步步前行。如是朕之皇女凤舞为何？是兴起一时之玩物，是提升修为之鼎炉，是玄灵仙朝之阶梯，亦或真有几分真心？凤舞殿下风华绝代，乃世间奇女子，林凡不敢妄言至死不渝，但
既已许下承诺，必当竭尽全力，不负他今日等候。他非玩物，非阶梯，是林凡认定的道侣之一。之一？哼，好个之一！如身边红颜众多，可能保证不厚此薄彼，令凤舞受的半分委屈。陛下，情之一字最难均衡，林凡不敢妄言绝对公平，但我可立誓，凡我所认可之道侣，必以真心相待。若有一日，凤舞之道途与汝之其他红颜之道途相悖，与汝自身之道途相左，汝当如何抉择？大道争锋，难免取舍，但林凡深知事在人为，若真至两难之境，我会寻求共存之法；若实在无法，我会选择对所有人都伤害最小的那条路，并承担一切带来的后果。此非最优之解，却是我当下之本心。够了。啊，陛下，这棋已下完，请陛下明示。汝之回答不算完美，但是贪得无厌。然胜在坦诚，难能可贵，朕认可你。陛下，记住你今日所言，若他日让朕发现你辜负凤舞，或行差踏错，纵使你逃到9天10地，朕亦会亲手将你形神俱灭。林凡谨记陛下教诲，定不负凤舞，不负陛下今日认可。去吧，凤舞在偏殿等你。谢陛下。这小子贪得无厌，或许这也是此界变数之所在。凤舞的眼光也算不差。父皇果然难不倒你。主要是怕某位皇女殿下等着急了，一怒之下再把先朝皇殿给拆了，我可赔不起。哎呀，油嘴滑舌。滑舌滑舌。哎呦，叔叔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！先帝陛下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。前辈，看来是白担心一场，平安就好。劳烦诸位夫人挂怀，林凡幸不辱命。如今我已得先帝陛下认可，你我之间从此再无阻碍了。算你过关。既然如此，是否该回青云宗了？庞副宗主还有众弟子都在等一个交代。清雪说得对，诸位夫人，咱们回家。